正在上小学的女儿突然就被查出怀孕了，婆婆心疼的不行，抱着女儿痛哭流涕。小姑子跟疯了似的，要为女儿查出真相。老公红着眼，怒吼着要杀了那个害女儿的人。可我呢，一声不响的煮好一碗鸡汤，然后对女儿说：“把鸡汤喝了，好好养胎。”妈妈，我肚子好痛，还想吐。我女儿捂着肚子，脸色煞白，蜷缩在沙发上，看着就难受的不行。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。我从包里掏出一根验孕棒，递给女儿，去厕所验验看几条杠。女儿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茫然。这时，在厨房洗碗的婆婆听到我的话，立刻冲过来，藏起我手里的验孕棒，还很无语地说：“清欢，倩倩才上小学，她哪懂这些啊？你咋能把这东西给她呢？”一旁的小姑子也跟着附和：“嫂子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倩倩才多大呀？男朋友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呢，你咋就往怀孕那方面想了？我猜她肯定是吃坏肚子了，我带她去医院看看。”说完，小姑子就着急忙慌地抱着女儿去了医院。2小时后，小姑子带着女儿回来了，婆婆赶紧迎上去问：“咋样？倩倩没事吧？医生咋说的？”小姑子脸色难看地把女儿的检查报告单递给婆婆，婆婆一看，瞬间大叫起来：“倩倩怀孕了，怎么可能？”婆婆这一喊，把在房间办公的老公方宇都给吸引过来了。方宇抢过孕检单，震惊的眼睛都瞪大了，这咋回事？倩倩怎么会突然怀孕？他们都在震惊的时候，我默默走进厨房，煮起了鸡汤。婆婆和方宇围着女儿不停地问：“倩倩，你在学校有没有被人欺负？或者有没有什么男人跟你走得特别近？”女儿被他们紧张的提问吓得面无血色，一直埋着头不说话。小姑子在一旁焦急地打完电话后，愤怒地开口：“我已经叫人去查这件事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畜生找出来。”方宇也气得挥拳捶墙，要是让我知道是谁伤害我女儿，我一定杀了他。婆婆饱含泪水，抱着女儿轻声询问：“倩倩，你跟奶奶说句实话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怎么怀的孕？”一直埋头不语的女儿终于抬起头来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她把目光投向了我，张了张嘴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走出厨房，端出一碗刚熬好的鸡汤，递到女儿面前：“把鸡汤喝了，好好养胎。”说完，我舀起一勺鸡汤，小心翼翼地喂进女儿嘴里。其他人看到我这样，全都惊得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敢相信。方宇紧紧皱着眉头，声音低沉地问道：“老婆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女儿才多大呀？她明显是被人欺负了，你竟然还让她好好养胎，你难道想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？”小姑子也满脸不高兴：“是啊，嫂子，倩倩才多大呀？男朋友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呢，你咋就往怀孕那方面想了？我猜她肯定是吃坏肚子了，我带她去医院看看。”婆婆痛心疾首的开口。我一想到倩倩这么小就遭了这档子事，心里就难受的不行。不管咋说，她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能留，不然倩倩这辈子就完了。我一边给女儿喂汤，一边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这是倩倩的事，应该让她自己决定。”说着，我认真的看向女儿：“你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吗？”倩倩抿着嘴看着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见状，方宇顿时怒声呵斥：“胡闹！这种事怎么能让倩倩自己决定？”婆婆也连连附和：“就是啊，倩倩还是个孩子呢，她懂啥呀？你这当妈的咋能这样呢？”小姑子正准备继续劝我，她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。看完消息，小姑子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不满地看着我：“嫂子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啊！”闻言，婆婆和方宇脸色骤变，两人几乎同时开口：“咋回事？”小姑子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的人查到嫂子带倩倩去酒店开房的记录。”说着，小姑子扬起手机给大家看，手机里有我在酒店实名登记入住的记录，还有我带着女儿进出酒店的监控画面。婆婆看完，立马对着我大喊：“宋清欢，你还是人吗？早上倩倩一说肚子疼，你就拿验孕棒让她测，查出怀孕还淡定的给她熬鸡汤养胎，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。告诉我，你为啥要这么干？”小姑子也把目光对准我，失望地说：“嫂子，是不是我们做错啥了，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？有啥事你就直说，咱大人之间的事，你别拿孩子撒气呀！你为啥要毁了孩子一生啊？”看着他们紧张又担忧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还没等我开口，一直沉默的女儿突然起身，挡在我面前，直面婆婆和小姑子：“奶奶、姑姑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们有啥事冲我来，别凶妈妈。”小姑子和婆婆心疼地看了女儿一眼，又对着我批判道：“你瞧瞧，你都把事做到这份上了，倩倩还护着你，你对得起这么孝顺乖巧的女儿吗？”我面不改色地说：“我没啥对不起她的。”方宇见我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走到我面前，红着眼质问：“这到底咋回事？你带倩倩去酒店见了啥人？倩倩又是咋怀的孕？”我冷漠地盯着方宇怒不可遏的脸，淡淡的说：“我就带女儿去酒店休息而已，我哪知道她咋怀的孕？”话音刚落，小姑子忽然拿着手机上前，对着方宇严肃地说：“哥，不好了，倩倩怀孕的事被人传出去了，现在业主群都在讨论这事呢。”闻言，方宇的怒火更旺了，他揪着我的衣领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女儿的名声都没了，到现在你还想保那个畜生吗？快把他交出来！”
来，今天我非宰了他不可。我看着方宇，满不在乎地说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不信我也没办法。这下方宇气得额头青筋暴起，他直接一巴掌狠狠把我扇倒在地。宋清欢，你到底有没有人性？我们结婚10几年了，这10几年来，我在外拼命工作，没让你吃过一点苦，也从没凶过你一句。我妈在家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，没让你做过一点家务，就连我妹都事事想着你，帮着你，出个差都记得给你带礼物。倩倩更是乖巧懂事，对你言听计从，哪怕被你害得怀了孕，为了保护你也选择只字不提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们一家人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为啥要这么害倩倩？你到底带她去酒店见了啥人？倩倩又为啥会怀孕？方宇情绪激动，打我的力气特别大，这是他第一次打我，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人也很狼狈。不过我的表情没啥变化，只冷漠地盯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见我还是嘴硬，方宇狠狠点了点头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看来你是有意要毁了女呀。既然如此，那今天我就先让你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。”说着，方宇用力拽起我往门外扯。见状，女儿立马上前哭着阻拦：“爸爸，求求你别伤害妈妈。”方宇摸了摸女儿的头：“倩倩，爸爸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，就算是你妈也不行。”说着，方宇对小姑子和婆婆叮嘱道：“把倩倩看好，别让她出来。我今天非得让宋清欢吐出一切，谁都保不了她。”说完，方宇无视女儿的哭诉请求，生拉硬拽把我拖到了小区广场。巨大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周围的居民，方宇见人多了起来，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肆宣扬我的罪行。一时间，在场的人全都对着我指指点点，难怪刚才群里传他家孩子小年纪就怀孕了，原来是这当妈的搞的鬼。我的天哪，这哪是当妈的，这分明就是畜生啊！就是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女儿还在读小学呀，他是怎么忍心的呀？有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妈，更不配活在这世上。我要是她老公，当场就打死他了。大家骂得唾沫横飞，全把我当成了十恶不赦的人。方宇睥睨着我，挑衅道：“咋样，还要继续嘴硬吗？”方宇自以为拿捏了我的命脉，等着我给他服软。我冷笑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就小区这点人，骂得再凶又有啥用？到时候搬个家就啥事都没了。你应该叫一些网红主播过来给我全网直播，这样才有可能让我身败名裂，臭名昭著啊！”方宇脸色一沉，咬牙道：“行，我满足你。”话落，他直接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。见状，我内心无比期待，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。方宇的号召力那叫一个强，没多久就有一群网红主播来到了现场，一个个举着手机对着我直播。家人们，刚吃到一个超级大瓜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女人，瞧着长得挺清秀，实际上就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母亲。她在婆家这些年，整天好吃懒做，就知道使唤婆婆。她婆婆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可这么多年来任劳任怨的伺候她，还常常3更半夜被她叫起来煮东西吃，都累晕了好几次呢。她老公把她当宝贝似的捧着，有一次大雪天，她发高烧，路上积雪太后车开不了，她老公就抱着她徒步跑了5公里去医院。她小姑子对她也好得不得了，有啥好东西都想着她，把这个嫂子看得比自己还重要。她女儿乖得让人心疼，就因为她说自己的孩子不能比别人差，她女儿就天天拼命学习，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1，对她言听计从，从来不敢顶嘴。她女儿乖得让人心疼，就因为她说自己的孩子不能比别人差，她女儿就天天拼命学习，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1，对她言听计从，从来不敢顶嘴。可这么懂事乖巧的好孩子，竟然被这个畜生母亲带去酒店跟野男人乱搞。现在可好，把女儿都搞怀孕了，她女儿才上小学呀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事情都败露了，她还死不悔改，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还让女儿把孩子生下来。你们听听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主播们绘声绘色地控诉着我的罪行，胡编乱造，夸大其词。一时间，各大直播间里全是对我的谩骂。哎呀，她女儿也太惨了，摊上这么个没人性的妈，她老公一家也倒霉，娶了这么个丧心病狂的人渣。就是这种人活着就是害人。舆论发酵的特别快，我的照片一下子就登上了全网热搜，畜生妈、开房婊、恶毒女等各种标签都成了我的代名词。随着那群主播的火上浇油，围观群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，一个个骂骂咧咧的往我身上扔鸡蛋和烂菜叶子，我就像待宰的羔羊，站在一堆垃圾里被人辱骂。方宇怒不可遏地瞪着我：“宋清欢，事情都闹到这地步了，你还不说？你到底要保那个狗男人到啥时候？”看着方宇那痛心疾首又大义凛然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冷笑连连。方宇见状更是火冒3丈，他对着我猛踹起来：“你还是人吗？都这时候了，还笑得出来？我上辈子造了啥孽，跟你这种蛇蝎毒妇结了婚？”我被方宇踹得疼得缩在地上，冷汗直冒。现场围观的人却个个拍手叫好，说我这种人就是欠教训。直播弹幕也纷纷刷屏喝彩，直呼大快人心，千夫所指的威力真可怕。就算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还是忍不住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小姑子慌
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，直奔方宇，颤着声音说：“哥，出大事了，倩倩跳楼自杀了。”小姑子这话让处在漩涡中的我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除了我之外，现场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全都脸色大变，方宇更是神色骤变，跟着小姑子朝着女儿坠落的地方狂奔而去。现场的围观者和主播们也纷纷追过去，想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而我不慌不忙，缓缓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服，然后迈开脚步，一步一步朝着事发地走去。我家楼下人挤得满满当当，人群最中央，婆婆跪倒在昏迷的女儿身旁，不停地哭喊：“倩倩，你咋这么傻呀？做错事的又不是你，你为啥要跳楼啊？”方宇拿着手机，双手颤抖着打了急救电话，然后看向婆婆和小姑子，不敢相信地说：“我不是叫你们看好倩倩吗？她怎么会突然跳楼？”小姑子面色凝重地看了看刚走到现场的我，接着认真地说：“你把嫂子带出去后，倩倩一直哭闹着要找妈妈，我和妈怕拦不住她，就把她关在了自己房间。没想到她透过窗口看到了你在楼下广场打嫂子，她站在窗口一直喊你，叫你别打嫂子，但距离太远，你们根本听不到。她一时着急，就直接往下跳了。跳楼的时候还大喊着，说不准欺负她妈妈。”说到最后，小姑子直接掩面啜泣起来，显然是为女儿感到惋惜。现场众人也纷纷为之动容，一个个偷偷抹泪。偌大的现场陷入了无声的寂静中，只剩直播弹幕不断感叹：“天哪，这孩子也太乖了吧！他妈都这么对他了，他还这样，哎，他真的太善良了，我哭死！这么好的孩子哪里去找啊？只可惜他投错了胎，碰到了一个畜生嘛。”方宇也在一阵沉默后，双眼通红地盯着我，他上前拽着我走到昏迷的女儿身前，怒斥道：“宋清欢，把倩倩害成这样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何德何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啊？”方宇痛苦的咆哮引发了所有围观者的共鸣，大家都不再沉默，开始声嘶力竭地辱骂我。直播间的弹幕更是对我发出了最恶毒的怒骂和诅咒。望着那一双双恨不得将我挫骨扬灰的眼睛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。在全场人的注视下，我扬起手，狠狠一巴掌扇在了方宇脸上。啪！这清脆响亮的一巴掌让刚嘈杂起来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现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显然谁都没想到我这个遭万人唾弃的始作俑者竟敢先发制人，当众打方宇。你还有脸打我？方宇本人也彻底懵了，他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面不改色道：“方宇，你有啥资格在这教训我？”现场众人都惊呆了，直播弹幕疯狂滚动。我靠，这女人也太狂了吧！就是自己把女儿逼成这样，还有脸打别人，我真的要被她气死了。希望老天有眼，能让她原地去世，重新做人。方宇缓了好一会儿，才不解地开口：“你这话啥意思？”我冷声道：“啥意思？方宇，你对得起我吗？”方宇不假思索道：“我有啥对不起你的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你有求必应，从没跟你说过一句重话，不管你咋做咋闹，我都无条件宠着你。你倒是说说，我方宇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”方宇这一番委屈的诉苦，引得围观群众又对我破口大骂：“好一招倒打一耙呀！自己享尽了福，做尽了坏事，还在这怪别人对不起她，就是难不成是怪她老公没替她隐瞒罪行吗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自己坏事做尽，还妄想只能包得住火，就是这么孝顺乖巧的女儿被你害成这样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来就怪自己的老公，你还是人吗？太恶心了！为什么死的不是他呀？”直播弹幕也充斥着各种辱骂，纷纷斥责我不是东西。我无视众人的辱骂，对着方宇说道：“我们结婚10多年，你说你想投资，我就给你钱；你说你想开公司，我就把我家里的公司全权交给你打理。这么多年，我拿着我爸妈的遗产毫无保留为你奉献，让你从一个农村小伙变成了人人敬仰的公司总裁，让你们一家人都风光无限。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”我声声质问，让方宇的脸上闪过一抹心虚，但很快又镇定了。我咋对你了？我对你也够好了呀！我不是让你天天在家当富太太，啥活都不用干吗？你还要我怎样？难道要我因为你的这点恩惠，每天跪着跟你相处吗？小姑子也上前劝说道：“嫂子，我哥确实对你够好了，这大家都有目共睹啊。他每天工作那么忙，哪怕在外面受了委屈受了累，也从来没跟你抱怨过一句啊。你家庭条件好，没上过班，不懂赚钱有多难，可我哥真的已经对你做到极致了。”看小姑子理直气壮说出这些，我不禁冷笑一声，直言道：“是你当然懂方宇有多累有多难了，毕竟你们俩才是惺惺相惜的一对爱人啊。”我这话一出，现场瞬间一片哗然。他这话啥意思啊？人家不是兄妹吗？啥叫他们是一对爱人啊？不知道啊？难道这里面有啥猫腻？在大家的议论声中，方宇和小姑子的脸色终于开始慌乱起来。这时婆婆趁机开口：“清欢，你在胡说八道些啥呀？你害得倩倩跳楼还不够，现在还血口喷人，污蔑我的2个孩子，怎么就因为他们揭露了你的罪行，你就开始对他们下手了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不思悔改就算了，还想给别人泼脏水来转移重心，你的心咋这么狠啊？”婆婆说的振振有词，那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像是对我失望又愤恨。我冷漠地看着她，反问
问道：“泼脏水？”说着，我拿出一沓资料，那就让大家看看我是不是在给你们泼脏水。说着，我当着围观群众和直播镜头的面，把手中的资料一一展示出来。资料里有方宇和小姑子躺在床上甜蜜相拥的照片，有他们暧昧联系的聊天记录，还有方宇给小姑子的各种大额转账。我看向方宇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兄妹，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对吗？”随着我的质问，直播镜头快速切换，将方宇眼底的慌乱清晰地记录了下来。这下弹幕顿时风向大变，我去，看她老公这反应，明显是被说中了呀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老公和小姑子竟然是假兄妹，真情人，这两人是真会玩啊！明明没有血缘关系，却光明正大的天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确实想想都刺激啊！现场围观的群众都对方宇和小姑子投去了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但方宇有恃无恐，他挺了挺背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就算这些都是真的又怎样？这并不能成为你还倩倩的理由。”小姑子也附和道：“没错，大人之间的事，你冲孩子撒啥气，把他害成这样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在犯罪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”他们一唱一和，再次把锅甩到我身上，但我只是淡然地哦了一声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见我如此淡漠，那些像墙头草一样的围观群众和弹幕再次把矛头对准了我。你们看这人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啊！确实啊，再怎么说，他女儿也被他害得怀孕跳楼了呀。他一个当妈的，怎么能这么淡定？我看他就是被醋意蒙了心，满脑子只想报复她老公和小姑子，连人性都丧失了。是啊，连孩子的命都不顾，这再怎么洗也改变不了他是个畜生的事实啊！在众人的怒骂声中，几辆警车疾驰而来，大批警察从车里走了下来。方宇指着我，迫不及待地大喊道：“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跟外人勾结，玷污了我女儿，还害得我女儿怀孕跳楼自杀，请你们马上将他逮捕！”见状，方宇急得跑过去拦住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我说的是那个叫宋清欢的女人，不是她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警察又掏出另一副手铐，铐住了方宇。警察先后铐起了小姑子和方宇，这让现场众人都大吃一惊，谁都没想到警察来了，抓的不是我这个万人唾弃的罪魁祸首，而是方宇和小姑子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方宇纳闷发问，满脸疑惑。婆婆也对着警察紧张地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现场最该抓的人是他呀！”婆婆指着我，眼底再无之前的温和善意，只剩下毫不掩饰的厌恶。警察看了看我，转头对着婆婆确认道：“没搞错，我们要抓的人就是他们俩。”说着，他们盯着方宇和小姑子：“我们接到举报，说你们二人涉嫌转移巨额财产，请配合我们接受调查。”警察冷厉开口，不容拒绝。闻言，方宇眉头一皱，好似看破天机般，惊呼道：“好你个宋清欢，竟敢利用人脉关系，在这给我们泼脏水！你以为你这样倒打一耙，就能堵住现场这么多人的悠悠之口吗？我告诉你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娘家权势在大，也没办法当众颠倒黑白。”闻言，小姑子也大声附和：“没错。”她看向警察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还想包庇罪犯吗？这里这么多人都在看着，直播间也还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你们真的要包庇宋清欢这种灭绝人性的犯罪分子吗？”他们二人的情绪演绎得十分到位，一下子就把现场的氛围拉了起来，围观群众都忍不住为他们发声：“没错呀，你们的身份是用来为百姓服务的，可不是为权势和金钱服务的。我们大家可都看着呢，明明是宋清欢害了自己的女儿，你们不抓他，反倒在这里抓无辜的人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就是你们可不能让这孩子白受伤啊，也不能让我们广大群众寒了心啊！”在众人的呼喊声中，方宇和小姑子的脸上逐渐浮现出得意之色，仿佛他们已经掌控了全局。我淡漠地看着方宇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谁说我犯罪了？”方宇鄙夷道：“宋清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”婆婆也瞪着我开口道：“就是你哪来的脸说这句话？倩倩的孕检单还在我口袋呢，他人也躺在地上昏迷不醒，你怎么好意思？”婆婆指责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因为她口中昏迷不醒的女儿，此刻已经完好无损地站起身来。她擦拭掉了脸上的血浆，然后带着甜甜的笑，上前挽住了我的手。这一幕直接让现场众人看傻了眼，这咋回事啊？她女儿不是跳楼了吗？咋起身走路这么利索呢？是啊，看着跟个没事人似的。方宇更是一头雾水：“倩倩，你没事？”女儿望着方宇，直接说道：“对呀，我刚刚是跟你们闹着玩呢，我根本就没跳楼，是我自己偷偷爬下来的。”闻言，方宇、小姑子和婆婆三人瞬间喜笑颜开：“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他们一个个激动地冲过来想抱女儿，但女儿却仿佛看到了恐怖怪
怪物一般，躲到我身后，警惕地盯着他们3个。见状，婆婆懵了：“倩倩，你快过来，你妈妈是坏人，你跟着她会受伤的。”小姑子也带着讨好的笑，哄道：“对，西倩乖，快来我们这。”女儿死死揪着我的衣服，对着婆婆他们高声道：“我才不要去你们呢，你们才是坏人。”看到女儿的反应，现场的人彻底懵逼了，直播弹幕也疯狂扣问号，而方宇则面色冷厉地瞪着我，咬牙道：“宋清欢，你到底跟女儿说了啥？竟然让她对我们这么充满敌意？”我冷笑道：“我能说啥？你们心里应该有数啊。”小姑子很不悦地叫道：“你少在那妖言惑众，这些年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去孩子面前挑拨离间，你要不要脸？”闻言，女儿立马为我抱不平：“你们这些坏人，不许说我妈妈！”方宇死死皱着眉，思索一番后，对女儿开口道：“倩倩，我不知道宋清欢跟你说了啥，也不知道你为啥要跟着他胡闹来骗我们，但爸爸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其实宋清欢不是你妈妈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小姑子，继续道：“她才是你妈妈呀！”小姑子也迫不及待道：“对呀，西倩，你怎么还帮宋清欢来跟我们唱反调呢？我们不是告诉过你，其实你是我和你爸的孩子，只是从宋清欢的肚子里代孕出来而已呀。你可不能被宋清欢给骗了呀！”此话一出，现场的人又狠狠惊住了，大家的目光全部盯向了方宇和小姑子，直播弹幕也快速刷屏。我去，原来这孩子是他们2个人的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2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偷情就算了，还让自己老婆代孕生下他们的孩子。这2人是真会玩啊，比电视剧还狗血。看到方宇为了夺回女儿，不惜当众道出他和小姑子的诡计，我不禁冷声道：“没错，倩倩确实是人工受孕出来的，只不过跟你们俩没有任何关系，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”说着，我直接拿出了我和女儿的亲子鉴定报告。看到亲子报告上我和倩倩的母女关系，方宇和小姑子这才彻底慌神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们明明趁你昏迷住院的时候跟医院沟通好了的，为什么倩倩会是你的孩子？我看着他们，淡漠道：“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，其实那家医院是我爸的产业，所以你们当年的那点小伎俩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既然你们一家子想演戏，我就陪你们演了。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全心全意照顾我的孩子。可能你们看我对倩倩好的时候，会在心里暗笑我是个蠢而不自知的傻子，因为我也是这么看待你们一家子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我无意间看到你们偷偷给我买了巨额的意外保险，我可能还会继续陪你们演这么一出戏。谁知道你们竟然这么贪心，贪我的钱还不够，竟然还给我买保险，想要我的命。”我这一番话堵得方宇3人哑口无言，他们的神色都变得极度难看。直到现在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精心设计了这么多阴谋，原来一直暴露在我面前。而我这个被他们戏耍多年的计中人，其实一直是掌控他们命运的设计人。说完这些，我看向警察同志，他们一家子违法犯罪的证据我都已经提交过去了，这件事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希望你们公正处理。警察点了点头，放心吧。话落，一辆辆豪车迎面驶来，停在了我面前。就在我要带着女儿离去之际，方宇突然不死心的大喊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让他走，他勾结外人，玷污了倩倩，还让倩倩怀了孕，这是违法的。”闻言，婆婆立马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孕检单递给警察：“对，这是证据，就算倩倩真是宋清欢的女儿，那也不能抹灭宋清欢违法犯罪的事实，请你们务必严惩啊！”见他们依旧极力想要置我于死地，我再次冷笑出声，淡然道：“那孕检单是假的，倩倩根本就没怀孕，我特意让倩倩配合演这么一出戏，让那家给她做检查的医院伪造孕检单，目的就是为了把你们的罪行公之于众。”我的话如晴天霹雳，直接让方宇和婆婆瘫软倒地。在全场人惊愕的目光中，我带着女儿乘车潇洒离去。后来听说方宇和小姑子因为种种罪名被判无期，而婆婆也因为这件事变得疯疯癫癫。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，余生我只想带着女儿好好生活，远离狡诈，心向光明，随心所欲的自由快乐下去。